今天我们来聊聊一通在两岸网络上都引发巨大反响的电话，一段台湾的急救报案录音，竟让无数大陆网友看了纷纷落泪。这究竟是一通怎样的电话？为什么只是电话那头冷静的声音，却能感动到许多人哭出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今天就让我们从头说起，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想象一个平凡的上午，新北市的一户人家中突然传出一阵惊呼，一位妇人无预警地倒在地上，失去意识，呼吸微弱。她的先生慌了神，颤抖的手指拨打了119求救电话。在台湾，无论火灾还是紧急医疗，打119就对了。电话很快接通，传来的是119救灾救护指挥中心派遣员镇定的女声：119，请问什么地方需要救护？语气坚定而沉着，仿佛一道定心丸。先生语无伦次地回答：我太太昏倒了，没有意识，地址在新北市林林区。派遣员一面迅速记下地址，一面保持平缓而清晰的语调安抚他：先生，请冷静，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我会留在线上协助您。电话中只听见先生急促的喘息和太微弱的声音。派遣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不寻常的细节，电话那端传来的呼吸声断续而低沉，像是一种回光返照的喘息。这样不对，派遣员心头一紧，他听出这是典型的濒死呼吸。所谓濒死呼吸，是指人在心跳停止前后出现的歇斯底里式喘息，稍纵即逝，预示着生命正处在垂危关头。派遣员经验丰富，立刻意识到情况比先生描述的更危急，一秒都不能浪费。他当机立断，一面在电脑系统上直接下达最高优先级的派车指令，通知就近的救护单位火速出动。同时，他紧紧握着电话不放，开始对这位惊慌失措的丈夫进行远端指导急救。先生，请将电话调成扩音，然后按照我说的做。他的声音坚定中带着温柔，快速而清楚地发出指令：先检查你太太现在有没有呼吸和脉搏，如果没有，请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电话那头的丈夫带着哭腔喊道：我不知道怎么做。派遣员稳稳回答：不要紧，我来教你。现在用你的左手掌根放在你太太胸口正中央。他在电话里一步步指导，把右手叠在左手上方，手指交扣，手肘打直，开始用力向下按压他的胸口，频率大约1秒2下。我会陪着你一起数拍子，1、2、3、4，对，就这样，用力按，不要停。丈夫哽咽着照做，每一下按压都仿佛在和死神拔河。此时派遣员的语调依然镇定而充满鼓励：很好，就照这样继续，您做得很好，千万别放弃，救护车马上就到。短短几分钟的电话，却仿佛历经了一场生死搏斗。派遣员一边口述急救步骤，一边不断安抚：我知道您很紧张，但请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为了太太继续压下去，透过电话线，这位素未谋面的派遣员成了现场的看不见的救命指挥官。丈夫从最初的慌乱渐渐稳定下来，在电话另一端的指导下持续进行 CPR 心肺复苏术，每按压一下都代表着为太太赢回一分希望。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其实从报案到救护车赶到，不过区区几分钟，但对这对命悬一线的夫妻而言，仿佛无比漫长。终于，远处传来隐约的救护车鸣笛声，那是世上最动听的声音。派遣员听见后立刻提醒：救护人员到了，请您把门打开，让救护人员进来。丈夫放下电话冲去开门，几名消防队救护技术员已经飞奔而入，携带着 AED 除颤器和急救装备。派遣员直到确认救护人员接手后才结束了通话。整段录音到此结束，而在场的救护人员随后接力施展专业急救，在黄金救援时间内的及时 CPR 与电击下，倒地的妇人竟奇迹般恢复了心跳。随后她被迅速送往医院急救，成功捡回了一条宝贵的性命。事后，新北市消防局将这通119报案的录音制作成教学影片，公开了派遣员整个指挥救人的过程。录音中，派遣员指令清晰冷静，对家属既有条不紊地下达急救步骤，又不忘以温柔的言辞安慰陪伴。这样的表现让人听了不禁为之动容。
影片上传后，很快就在台湾本地引起热议，大家纷纷为这位无名英雄派遣员点赞。关键时刻靠这一通电话救回一命，真的太专业、太暖心了。派遣员沉着镇定的声音，给了素昧平生的报案人最大的安心。许多台湾网友感叹119救护体系的专业与爱心，平时可能不觉得，直到听到这通电话，才深刻体会到生命守护者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更出乎意料的是，这段台湾急救电话的影片透过网络传到了对岸，竟在大陆网络上也疯传开来。在短视频平台上，无数大陆网友点开这段录音，一开始或许只是出于好奇，没想到短短几分钟听完，许多人已是泪湿眼眶。弹幕和评论区里一片看哭了的留言，不少人坦言眼泪止不住的流，这才是真正把人命当回事。对比自己所处的环境，心里说不出的酸楚。大陆网友集体破防，有人感叹，原来救护电话还可以这样操作，我们竟然第一次知道为什么一通台湾的119电话让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们如此触动。答案或许藏在对比之中，因为现实里他们太清楚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经历。就在这段录音引发共鸣的前几年，大陆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急救惨剧。一位20岁出头的女大学生在宿舍内突感剧烈不适，头痛欲裂，意识渐渐模糊。那是2022年5月17日的上午10点27分，女孩强忍着疼痛，掏出手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大陆呼叫救护车的号码是120。电话接通时，她的声音虚弱颤抖：“喂，救命！我在河南大学校内，头好痛。”可能接线的120调度员听起来却并不紧张，按照机械的流程开始盘问地址病情。然而，这位女生描述不清楚具体楼栋，只说在校区内宿舍。接线员语气中隐隐带着不耐烦，一边反复质问详情，一边迟迟没有派车的意思。时间一秒秒流逝，录音长达8分钟。这期间，女孩的意识愈加模糊，话语中断成低声呢喃：“头好疼。”接线员却在电话那头说出了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我怎么感觉你没啥事呢？”就这样，在他生命中最需要援手的8分钟里，120调度员既未及时指导任何急救措施，也没有迅速派出救护车。电话最后无疾而终，女孩因虚弱再也无法支撑通话，求助被迫中断。直到中午时分，女孩的室友回宿舍发现她已经陷入昏迷，吓得赶紧再次拨打120报警。这回急救中心总算派出了救护车，但从女孩第一次求救到救护车真正赶到宿舍，足足相隔了2个多小时。当救护人员终于见到女孩时，她早已昏迷不醒，呼吸全无。后来经诊断，她是突发急性脑出血。在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后，即便送医全力抢救，她终究没能醒来。昏迷了14天后，这位花样年华的女生还是离开了人世。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女孩父亲忍着悲痛，将这段致命的8分钟通话录音披露于众，引爆了舆论怒火。2022年6月初，微博热搜榜首出现了与此事相关的标签，数小时阅读量破亿，成千上万的人在网上声讨120急救中心和那位冷漠的接线员。网友质问：如果有一天我在宿舍出了事，动弹不得，我该打给谁求救？我还能相信谁？120本是救命的最后稻草，结果却亲手断送了一条生命，这种事怎能发生？从今往后，谁还敢相信120？甚至有人愤怒地讽刺，以后要是身体不舒服，干脆在电话里说自己新冠阳性或红码，保准救护车火速就到。这是大陆网友带着悲愤的自嘲，直指当时疫情期间，防疫车反而比普通急救更积极的现实。舆论的压力下，当地卫健委虽然火速介入调查，涉事接线员被停职处理，但这无法平息公众的愤怒与恐惧。一时间，我感觉你没事，这句冰冷的话成了整个社会痛心疾首的象征。许多人开始反思，难道这只是个别接线员的过错，还是整个体系存在问题？有网友在知乎上发问：120接线员难道没有接受专业培训吗？标准流程是什么？为什么能让一个如此缺乏责任心的人坐在救命电话前？更有人直言，倘若在病发时连120都靠不住，那我们还能指望谁？
这些质疑和绝望的话语，正道出大陆一般民众内心深处对急救体系的不信任感。编者按这里的加粗仅用于模拟视频中特效字体，下同大陆网友在悲愤之余，也不禁将目光投向对岸台湾。他们惊讶地发现，同样是紧急求救电话，台湾119和大陆120之间竟存在如此天壤之别。一通电话这头是派遣员耐心指导 CPR 救人，那头却是接线员冷漠挂电话，两相对照，令人不胜唏嘘。一位网友看完台湾的录音后留言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打电话求救真的能在电话指导下把人救回来。对比我们这里，说实话心都凉了。还有网友愤怒地写道，看看人家台湾是怎么做的，生命面前每个环节都争分夺秒，这才是文明社会该有的样子。我们这里有些人漠视生命简直是在吃人。这种将文明社会对比吃人社会的说法，虽然情绪激烈，却代表了不少当时看客内心极度的震撼与不平。那么台湾的119为何能做到这般从容专业，而大陆某些120却频出疏失？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距？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两地急救体系的发展和结构谈起。其实在求救电话背后隐藏着两套截然不同的急救观念与制度。首先，报案号码与体制的不同。台湾的119早已实行消防与紧急医疗一体的模式，也就是说，无论火灾、意外还是医疗急症，一通119报案电话就能联动起消防队和救护资源。这源自台湾在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建立的紧急医疗救护体系。各地消防局除了灭火，也肩负救护责任。每个消防分队都配备救护车和具备医疗急救技能的消防队员。当119勤务中心接获医疗求救时，立即就由离报案地点最近的消防救护车出勤。在台湾，不论城市乡镇，消防分队星罗棋布，有点类似美国的911体系，呼叫一次即可动员起完整的生命救援链。反观大陆，情况则复杂得多。大陆的119和120是分离的，119归消防部门管，仅处理火灾、灾害和某些救援；120则是医疗急救电话，由各地卫生部门或医院系统在运营。换言之，在大陆，如果碰上车祸，伤者卡在车内又需要急救，你可能得同时打119和120各报一次案，一个出动消防破拆车祸现场，一个派出救护车运送医疗。但倘若报案者经验不足，只打了其中一个号码，救援就可能不够全面。而体制分离还导致调度协调上的额外耗时，耽误宝贵时间。更要命的是，急救车资源的配置方式差异极大。在台湾，119救护车是由政府消防单位直接管理派遣，消防队的救护车通常就近驻扎在各地消防分队，广付乡里。例如，一个中等城市里可能有10几20个消防分队，每个分队都有救护车待命。119一旦接报，指挥中心马上派最近的车出勤。而在大陆，多数城市的120急救车往往隶属于各家医院或急救中心。常见的情形是，每个主要医院有自己几辆救护车，分散在城市各处的医院停车棚里。120指挥中心接线后，需要根据报案地点去联络就近医院的救护车。一旦恰巧某区域医院的车辆出勤忙碌，调度员可能得从更远处调车，或者干脆需要打几通电话才能找到愿意出的车。这样层层转接，比起台湾消防体系那种定点守望，一声令下就驰援，效率自然要低得多。就如河南那位女生的悲剧中，当时120接线员明知报案人在校区，却还反复确认地址，迟迟不派车，背后或许也有本地急救站点分布不足，车辆调度困难的影子。只可惜他的拖延最终酿成大祸。从人员培训与意识上看，台湾与大陆同样存在巨大差别。台湾119勤务中心的接线派遣员多半受过紧急医疗调度专业训练，本身消防队员就要求掌握急救知识，不少还具备 EMT1、EMT2 初级或中级救护技术员的资格。再加上长期以来台湾推行到院前紧急救护理念，派遣员在电话中远程指导 CPR 已是标准流程之一。早在民国80年代，西元1990年代，
台湾各县市陆续建立了医疗指导中心制度，让医护人员和消防救护人员协同合作。如今119接线生一旦判断病患可能无呼吸心跳，马上启动电话心肺复苏指导，也称 DACPR Dispatcher Assisted CPR， 教导报案人立刻对病人进行胸外按压。在119勤务中心的 SOP 标准作业程序中，对各种紧急情况都有明确的询问顺序和处置指引。派遣员要一边听取线索，一边快速判断状况级别，该派何种单位，该指导报案人做什么都有章可循。同时，每一通电话都有录音监督，事后也会被拿来检讨研习。所以我们听到那位新北派遣员能在瞬间识别濒死呼吸，立即连线急救，这并非侥幸，而是专业训练使然，背后是无数次演练和经验的累积。用一句话说，119接线员脑中时刻绷着一根弦，电话那头可能握着一条人命，分秒不能掉以轻心。相比之下，大陆120接线员的素质良莠不齐，整体培训体系也尚不完善。一些大城市的120调度中心近年来开始引入专业化，例如北京市急救中心会对接线员进行医学背景培训，上海等地也有医疗优先分级调度，系统让调度员按病情轻重分类派车。然而，在更广大的地级市、县城乃至农村地区，120接线岗位往往被视为普通文员工作，招聘门槛不高，培训有限，有时甚至由医院的值班护士轮流兼任，这就导致有的接线员可能缺乏急救的专业判断力和责任心。河南那通电话中的接线员正是疑似把关键讯号当作无关紧要的细节，错失了当机立断的时机。他听不出报案女生已说不出话，呼吸困难，还武断地认为人家没什么事。这除了个人麻木大意，某种程度上也是培训和监督的双重失败。在有经验的派遣员眼里，连普通人都能察觉头好疼，讲不出话来是极度危险的迹象，怎会轻易说出我感觉你没事这种话呢？此言一出，几乎注定了悲剧的结局。再看看平均反应时间的对比，反应时间指从报案出勤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所需时间。在急重症发生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决定生死。台湾因为119体系完善，救护车密度高，整体反应时间表现亮眼。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统计，近年来全台119救护车平均到达现场时间维持在6分钟上下。举例来说，民国106年，西元2017年，全国平均反应时间约 5.99 分钟，2021年略增为 6.81 分钟，2022年约 6.78 分钟，仍有将近90%以上的案件能在10分钟内到达现场。像影片中的新北市，更是人口密集区域，救护车网络发达，几分钟到达并不稀奇。反观大陆，由于幅员辽阔，城乡差异大，120救护车的反应时间各地差距悬殊。以一线城市为例，北京市在2020年的统计显示，急救车平均到达需要18分钟，上海宣称市区平均反应时间约在12分钟内。深圳市近年来大力提升急救调度，号称将平均到场时间缩短至9分多钟，已是全国领先。然而，即便是这些领先的城市，跟台湾6分钟左右的水准相比，仍然有明显差距。何况大陆还有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由于救护车数量不足，道路交通状况不佳，患者往往要等更久。有些偏远地区打一通120，半小时后救护车才姗姗来迟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正因为如此，大陆许多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反而选择自己开车或打车去医院，因为等救护车太慢了。而在台湾，多数情况下报案后耐心等待专业救护反而是更明智的选择，因为几分钟内专业人员就到你身边开始处置，比你自己手足无措往医院跑更有效率。那么为何大陆120的救护车不多配一些，分布广一些呢？这就涉及投入资源与财务机制问题。台湾的119救护属于公共服务，由政府编列预算，纳税人共同负担，救护车基本免费或收取象征性费用，使得民众不必因费用问题犹豫是否呼叫。但在大陆，
120急救往往半公共半商业性质，救护车通常隶属医院，车辆和人力成本需要医院自行负担，而医院要靠收取救护车费用来维持运营。虽然政府对120也有补贴和管理，但现实是很多地方救护车数量并未达到充足配置，原因一部分在于经费有限，一部分在于需求评估不足。在大陆的日常观念里，叫救护车是一件昂贵的事情，不仅要付车费，往往根据里程收费，几公里收几百元人民币，还可能收所谓诊疗费。有的城市120一次出车要收上千元人民币，普通百姓自然能不叫就不叫。相形之下，台湾民众并无此顾虑。早年间，台湾也曾担心救护资源被滥用，所以在2012年起订立办法，只有在非紧急状况下指定远医院或拒绝挂急诊的情况，才对119救护酌情收费。一般紧急伤病患送医一律免费。因此，台湾人遇到疑似中风、心肌梗塞这类危及生命的征兆时，第一反应多半就是拨打119，因为没有心理负担。而大陆一些地方发生过患者发病时家属嫌救护车贵，宁可自己开车，结果延误救治的案例，令人唏嘘。除了系统和资源面的差距，还有一个人文素养与社会观念的不同，不容忽视。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强调人命关天，救护车和消防车被视为最优先的路权拥有者。在台湾街头，如果远远响起救护车鸣笛，马路上的汽机车几乎是下意识的就会靠边让道，红灯前的车阵甚至会主动向两侧分开，空出一条生命通道。台湾媒体时常报道一些暖心画面，上下班塞车时段，听到救护车声音，前方车辆纷纷在狭窄车阵中硬是挤出一道缝，让救护车5秒内冲出车阵，或者十字路口所有方向的车礼让停下，让救护车优先左转通过。这些在台湾早已见怪不怪的举动，最近却透过网络影片震撼了许多大陆网友。他们惊呼，原来救护车响起时大家都这么自觉让路，台湾司机素质真高，完全没有车抢道，井然有序地让开，太感动了。因为对比自己的所见所闻，在大陆不少地方长期存在车辆不必让救护车的现象，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应该让行，但实际执行中，有些驾驶员侥幸心理重，觉得别的车也没让，为什么我要让？更有甚者，看到救护车鸣笛开路，个别私家车还会紧跟在后扒裤衩，俗称跟着救护车借道超车，把救护车当免费开道的工具。这种行为在台湾近乎不可想象，但在大陆却曾相当普遍，以至于媒体多次曝光批评。最近几年，大陆各地才开始加强监控和重罚不礼让救护车的行为，但要改变观念还需要时间。前不久，一段台中清晨气爆后不到30秒，救护车赶到，民众合力相助的影片在大陆也引发轰动。影片中，台湾救难人员和邻里居民在灾害发生瞬间展现出的敏捷和守望相助精神，令大陆网友大为感慨。有网友留言，隔着屏幕都感动，人家台湾把生命救援当最优先的事做，大陆为何总是慢半拍？也有人反思，终于明白我们落后的不只是技术装备，还有人心凝聚力。从日常救护车让道的小事，到灾难来临时的全民合作，大陆的年轻世代透过网络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原来华人社会也可以如此重视秩序，尊重生命。这种冲击是强烈的，因为当局者迷，过去习以为常的种种不文明，在对比下瞬间变得刺眼。当然，公平而言，大陆这些年在急救领域也在进步，许多城市开始模仿国际先进经验，引入第一目击者急救理念，鼓励市民学习 CPR， 增设公共 AED， 推动医院前救治水平。部分地区的120指挥中心也在学习类似台湾的做法，对接线员进行更严格的培训，制定电话指导急救的流程。有的城市还建立志愿者急救网络报案，同时通知附近受过急救训练的人赶往帮忙，以弥补救护车到场前的空窗期。这些进步值得肯定。然而，体制和观念的转变非一朝一夕。目前的现实是，在一些偏远或医疗资源欠发达的地区，
120仍旧面临着人手不足、设备不足、管理混乱的困境。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件时有耳闻，比如孕妇临产出血，因120迟迟不来失去腹中胎儿，心梗病人家属连打多通急救电话无人接听等等。每当此时，公众都会扼腕，如果这事发生在台湾，会不会就不是这个结果？于是当他们真的看到台湾救护体系的运作方式，内心的震动是巨大的。对于许多大陆网友来说，那段新北119电话录音仿佛打开了一扇窗，他们透过电话里派遣员的一句句指令，看到了一套把人民性命看得无比珍贵的体制在运转。报案人尽管素不相识，却被耐心相待，就算不会急救，有专业人士手把手教导，不离不弃，陪伴到底。整个过程不谈费用，不需磨蹭确认，一切围绕着救人二字高速运转。有人说，听完这通电话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至上，那一声声镇定的不要怕，我在这里陪你，让很多大陆观众瞬间泪崩，因为他们意识到原来应该是这样啊，生命危急时本就该有这样的力量来帮助你度过难关。然而现实中，这样的力量在自己身边却显得陌生还遥不可及，所以泪水中混杂的不仅是感动，还有羡慕与心酸。有人或许会问，大陆就没有敬业温情的接线员吗？当然有。事实上，在那起女大学生事件爆出后，也有不少大陆网友分享了自己在家乡拨打120获得及时救助的经历，强调不能因一个害群之马否定所有医护人员的努力。确实，偌大一个大陆，各地情况差异极大，许多城市的120接线和急救人员也是尽忠职守，救人无数。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说孰优孰劣。然而，为什么偏偏台湾这通电话会引起如此大轰动？正是因为它揭示了一种理想的图景，恰恰击中了大陆网友内心最柔软也最脆弱的部分，对优质公共服务和被善待的渴望。平日里也许大家不觉得怎样，但当两相比较时，那种原来可以更好，我们却不得不将就的失落感油然而生，进而化作了感动的泪水。这件事也让人深思，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两岸普通民众透过互联网彼此关照，所折射出的既是制度的差别，更是理念的不同。台湾经历多年的民主化和公民意识养成，整体社会更强调官方对人民的服务承诺，强调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尊重。急救体系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无论派遣员、救护技术员，还是路上让道的驾驶，四处可见的 AED 设备，背后都体现出以人为本4个字。而大陆方面也在努力改进公共服务，但有时难免受制于庞大体量和制度惯性，以致一线执行上不到位，对民众生命权益的保障出现落差。当这种落差被鲜明地摆在眼前时，人们自然会受到强烈的触动。或许有些眼泪里流露的并不单是伤心，还有惊喜和希望，因为看到了更好的可能性，就有了改变的方向。正如许多大陆网友在感叹之余也呼吁，我们也应该推广这种电话指导急救的做法，相关部门快来学学台湾，人家的生命线是怎么守护的。网络上的讨论发酵，已然对大陆自身的改革形成了一种倒逼。不少媒体后续跟进，介绍台湾119经验，探讨如何加强120接线培训，增设更多急救站点等等。可以说，这通跨越海峡的电话不仅感动了无数人，更敲响了一记警钟。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令人鼻酸的问题：为什么一段台湾急救电话的影片会在大陆网友间掀起如此大的情绪波澜，甚至有人看哭？答案或许很简单，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那就是在最无助的时刻，有一套可靠的系统会全力以赴拯救生命，有一群陌生人会用专业和爱心守护你。而当人们低头再看看自己身处的现实，发现这种看似应该理所当然的场景，竟然显得那么遥远难得，心中难免五味杂陈，感动中夹杂着委屈与遗憾，眼泪也就止不住地掉下来了。有人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话在此刻格外真实。正是强烈的对比，让大陆网友受到震撼，从而深深感动。
这感动既是为台湾急救人员的敬业与善良而发自内心的赞叹，也是为自身所在社会的不足而流露出的真情流露。有时候，泪水既代表着感恩，也代表着反省和期盼。或许经历了这场网络热议，会有更多人思考，我们能否也打造出那样让人安心的环境？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需要帮助的那一方时，我们是否有信心拨出电话就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援？这通电话跨越海峡传递出的，不仅是急救专业，更有人性温度。它让两岸的民众产生了一次难得的心灵共鸣。原来无论哪里，人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被关怀的渴求都是共通的。大陆网友看哭了，也许正因为他们心中被触动的不仅是悲伤，更是对自身社会进步的强烈渴望。当泪水擦干，他们开始发问，开始呼唤改变。这或许就是这段台湾急救电话带来的最大意义，唤醒更多人关注生命，尊重生命，期待建立一个真正以人民为本的文明社会。如果有一天，在大陆的土地上，120的接线员也能像119那样沉着温暖地指引每一个求救者，救护车能在车潮中一路畅行无阻，每个危难中的生命都被悉心守护，那么今天留下的感动之泪，将会化作明日改变的力量。总之，一段电话录音之所以能让人看了流泪，不只是因为故事本身扣人心弦，更因为它照出了现实的一面镜子。我们为台湾急救体系的先进与人情味感动，同时也反观自身不足而心酸。这复杂的情感交织，汇成了潸然泪下的共鸣。这眼泪中有感动，有羡慕，有省思，更有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正因如此，它才能在网络上掀起如此大的回响。在未来，我们也期待这份感动能转化为动力，让更多地方去改进急救体系，让每一通求救电话都不再留下遗憾，让每一条宝贵的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如此，或许眼泪终将化作笑容，悲剧不再重演。这正是那通台湾急救电话跨越海峡带给我们的启示。